旁观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敢。当回忆不停向我哭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卡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遗憾，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大地，谁都不怕。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远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男人心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主席，主席，爸，我是很讨厌他，但我绝对不会在他的甜汤下毒。你们全都不可以诬赖我。妈咪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吃的吗？不可以，baby，你哪里拿的？在你的 bag 里面。我们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？你的儿子患上了法罗氏联症，也称为 tetralogy of Fallon。对不起，你们不可以进来。不是说好手术只是几个钟头吗？为什么这么久啊？会不会出事了？我们先别紧张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医生的能力的。对，建博一定会没事的。他这么小，就要跟死生搏斗，我却站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。谁说的？你是 Matthew 最大的支柱，以后还要靠我们好好的照顾他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下去啊！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我们儿子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只要留院观察几天就可以了。没事了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。Matthew 没事了，是，他没事了，没事了。Matthew 还这么小，却要承受这样的痛苦。你看你又来了 ，Matthew 他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。对，蓝天说的对，Matthew 呢，一跨过这个难关，以后啊，一定会健康成长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要想，先到楼下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好。你们去吧，我想打个电话申请长假，好好的照顾 Matthew。你现在手头上不是还有案件吗？而且你下个星期不是要过去香港参加刑事执法研讨会吗？我之前一直忙着工作，却忘了自己是个妈妈。我不想忽略 Matthew， 我要照顾他。志杰，我只是担心 Matthew 一有动静，你就被紧张兮兮，抓着护士问个不停。我不会打扰他们的。听我说，如果要请假，我请假好了。不用争啦，你们都回去工作吧。Matthew 啊，交给我们照顾就好。你们长时间在医院会很累的，我不希望你们操劳啊。我们又不是七老八十，那你们常常请假也不好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妈，Matthew 有任何的不舒服，
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人到齐了吗？陈宇呢？刚才已经告诉你，陈宇家里有事，不能来。哦，是。Eric， 我们看一看现场的照片吧。死者是男性，年龄介于50到60岁之间。他是大约5到6年前死亡。由于高度腐化，我们只能从他头盖骨的裂痕上推断，他是被人用硬物攻击而死。医院证实，死者左手肘上的接骨板不是在本地医院植入的。根据接骨板的类型以及骨质的密度，相信已经植入20年以上。难道死者是外国人？也有可能是在外国动手术的本地人。这范围太广了吧？虽然广，但至少有个方向。星汉、Kenny， 你们往失踪人口那边查一查吧。Yes, ma'am。浩平，戒指上有什么发现？根据婚姻注册局的记录，名字缩写为 LJ， 在1996年8月8日注册的女士共有11位，不过他们的伴侣都还健在，没有什么可疑的。LJ 有没有可能是死者的名字缩写？这点我也查过，注册为 LJ 的先生共有3位，其中1位在10年前已经过世，其他2位都还健在。难道戒指上的日期不是注册日期？那戒指上的商标有什么线索啊？我们已经查到，这是一间在牛车水的老字号金店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特别专案调查组的王芷婕，有一些问题想问你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请问这枚戒指是不是你们店里的产品？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不过是10几20年前的款式了。可以帮我们查一查定做这枚戒指的人的身份吗？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。打给凯明那边，看有没有进展。Yes, ma'am。找到了。谢谢，真的谢谢。已经停用了，马上打给电信公司，查出注册这个号码。Yes, ma'am。谢谢。燕琪，安迪还好吗？刚洗过胃，暂时没事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你真的觉得是诗诗的大嫂做的？我并不是想针对他，可是种种的证据都指向他。可是他跟你妈的关系这么好，没有理由要害他吧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他是怕竞选民委会主席输给我妈吧。不是吧？只是选居委会主席，又不是选总理。算了，走吧。妈，燕琪来看你。安迪，你身体还好吗？好多了，你这么忙，不用特地来看我的。应该的，这些补品是买给你的。不用啦，我怎么可以收下你这么贵重的补品？这些是我特地买的，你就收下吧。妈，这是燕琪特地送过来给你的，收下吧。好吧，谢谢。我帮你放过去的。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不可能的，你能不能再查一次？
我已经根据你给的资料查了，真的没有这个人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正义记者，叫我燕琪啦。你来采访吗？不是，我是这里的会员，来处理一些事情。你是金门人吗？你也是金门人？这个世界真的太小了。是啊，你该不会是来加入会员的吧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人的，不过找不到。原来你在找你的父亲。他20多年前从金门移民到新加坡之后，就没有跟我们联络了。我猜他有可能加入会馆，所以去碰碰运气。为什么当年你没有跟他一起过来？我妈是日本人，她在台湾住不习惯，所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但是我爸一点都不体谅我妈。所以你爸自己过来做生意？他是跟别的女人跑来这里的。你和你妈应该过得很辛苦吧？那时候我的确很恨他，恨他背叛我妈，还带走了所有的钱，害我们为了生活奔波劳碌。那现在你会原谅他吗？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个陌生人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？我妈去年过世了，友善产业是我妈跟她联名买的，所以需要她的签名才能处理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果你现在看到他，你最想跟他说什么？哎，你不会是把我当成访问对象了吧 ？Sorry， 我很喜欢听别人背后的故事，一不留神就问个不停。没关系。我也没想到你的功力这么深厚，一不小心就什么都被你套出来了。不然我怎么可以拿到独家新闻呢？哎，其实我认识不少会馆的人，或许可以帮你找到你爸。你真的可以帮我？是这里了，他就住在最后一间。桃姐是会馆资深的会员，人脉很广，或许他会知道你爸的事。希望能问出线索。桃姐，我是燕琪啊，是你呀？你怎么会来？来看看你呀。今天我带我朋友过来，有一些事情想问你。好，进来再说，进来再说。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啊？不是啦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忘了给你介绍，他叫周景泽，也是台湾金门人。桃姐，你好。燕妻很不错的，你要好好把握，知道吗？桃姐，我不愁没有人追，你不用帮我推销了。哎，我是说实话，我不乱打广告的。桃姐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刚才你们说要问我什么呀？他在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，我觉得你可能会认识，所以就来问问你。你有没有你爸爸的照片给桃姐看一下？没有，以前的照片都丢掉了。桃姐，请问，你认识一个叫周国荣的人吗？没什么印象。你爸爸有什么特征，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习惯？他今年应该60岁了，个子很高大，说话嗓门也很大。他讲的国语跟闽南话有特殊的腔调。听说是在金门土生土长才有的，听起来像是阿娟的先生。阿娟啊？阿娟以前是我们的会员，她常常带她的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她跟你说的人很像，不过是不是叫做周国荣，我就不记得了。桃姐，你有没有他们的联络方式？他们很多年没有去会馆了。电话号码也换了，不过我应该有他们的地址，你等等。找到了，这就是他的地址。 5号，应该就在前面，就在这里了。有人在吗？
有人在吗？原来过得这么好，难怪他从没想过要联络我妈跟我。不管怎么样，等一下见了面，有话慢慢说。难道没有人在家？不在就算了吧，我们有地址，我们改天再来。哎，你紧张啊？没关系，有我在这里陪你。你们找谁啊？请问，你住这里吗？对啊，那周国荣是不是也住在这里？这也没有人叫周国荣。刘娟呢？没有，我看你们是找错地方了。可是根据我们的资料，刘娟跟周国荣是住在这里的。我记得了，刘娟是之前的屋主。他们搬走多久了？大概4、5年了吧。我记得当时他好像有财务问题，急着把屋子卖掉。那你有他的联络方式吗？没有。有人要装冷气，我要去忙了。等一下。哎，算了。你刚才不应该阻止我，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。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。我这么急着要帮你，你却一点都不在乎。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不过有些事情真的急不来。别以为我看不出，你表面上一点都不在意，实际上却放不下。有吗？我今天跟你聊了很多，大概知道你的心情。明明很想见他，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但内心深处却很气他。想知道为什么他当初要抛弃你们。我觉得你好像有一双 X 光眼。所以不要在我面前说谎，会穿帮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浪费了你大半天的时间，结果又回到了原点。没关系，至少知道你爸爸来新加坡的经历。不用担心，也不要放弃。我说到做到，一定可以帮你找到你爸爸的。好。嘿，桂祥哥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你去哪里了？哦，跟好朋友喝酒。什么好朋友？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也不接？哎，小心！哇，都变成垃圾堆了，你还住得下？垃圾就是要住在垃圾堆嘛。我知道昂哥的事对你的打击很大，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自暴自弃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如果昂哥知道你变成这个样子，他会很难过、很自责的。你也不希望他在里面还要为你担心吧？嗯，没人说，他不会懂的。你听我的话，振作起来。我不告诉他 ，OK？ 哎，你很烦啊！
原谅哥拖欠了这2年的贷款，还不理会建物局的警告，现在房子就要被收回了。发生这么大件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用吗？我可以帮你想办法，看能不能申请援助，或帮你找地方住啊。帮我？你当初帮得了我，现在会这样吗？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会解决。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以前你爸喝酒，你劝他不要喝，你现在却喝成这样，喝酒能解决问题吗？那你要我怎样？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。你不要管我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看有没有便宜的房间出租。你要搬家？怎么之前没听说过？我是帮德俊找的，他的房子就要被收回去了。我发现你对他好像特别好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他很像以前的我，从小在复杂的环境长大，我不想他走歪路。你当警察，我也当警察，为什么你有时间可以帮人，我却忙到没时间交女朋友？时间就像牙膏一样，挤一挤还是有的。Juliet to Juliet 2 Romeo 2. There are people causing nuisance at a playground nearby Jurong West Block 628. Over. Juliet to India 1 to Juliet. We are in the vicinity and will proceed to assist. Over. 我跟你说，看我的啦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我不会饶你的，快点，1、2、3，我不会饶你的，副长你会进哦，你们这么厉害，你们丢了，哎。我来。哇，老大最厉害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快点，来，准备！你们在干嘛？快跑！放开我！大白天就在这里喝酒，你们没有别的事情做吗？ Sir， 现在又不是晚上10点半，喝酒不犯法吧？是不犯法，但是你们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、乱抛垃圾，已经影响了附近居民的安宁。这样你们会不会抓我们去警察局？这一次只是警告，不过你们必须把这里清理干净才可以走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来，跟我去清理垃圾。 德训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些人的？你为什么跟他们混在一起，游手好闲、喝酒闹事？你以后还是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我跟谁交朋友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听我的话，远离他们，不要毁了自己的前途。像我这种人，有什么前途？谁说没有？难道你不想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让你爸可以安心吗？ 反正我做什么他都看不到，现在连房子都要被收回了。像我这种无家可归的人，谈什么前途？还有我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你很烦呐！诗诗，喂。 是你啊？怎么大包小包的？哦，我买了一些日常用品送给朋友的儿子，他爸爸现在在坐牢，我想帮忙照顾他。在想什么？想到这么入神？还在为你大嫂的案件心烦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我大嫂不利，她每天躲在家里不敢出去见人，我却帮不上忙。这一次人赃并获。 挺麻烦的。我很肯定，我大嫂是不会下毒的。那为什么老鼠药会在她的手提袋里呢？一定是有人下毒后，
偷偷把老鼠药放进我大嫂的包包里。我想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丽芬姐。可是老鼠药罐子上的指纹的确是你大嫂的。可能丽芬姐下毒的时候戴着手套，又或者她下毒之后把自己的指纹抹掉。总之，她比我大嫂更有下毒的动机。什么动机？大家都知道，丽芬姐和秀凤姐的关系很差。我还打听到，原来中秋晚会那天，丽芬姐为了让秀凤姐丢脸，故意不请魔术师。谁知道晚会却进行得很顺利。可能她一时不甘心，就对秀凤姐下毒。Uncle， 出门了？哎，是啊，去楼上喝咖啡。有锁好门吗？有，说好了啊。这张是地房入屋行窃的传单，你喝咖啡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分享。没问题，拜。慢走。Sir， 你怎么了？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可能吃错东西了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了，忍一忍。Hello。是你们呐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这里最近发生了几宗入屋行窃案，我们是特地上来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措施的。传单上面会教你们怎么做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厕所吗？哦，好啊，请进。谢谢啊。一定是有人下毒后，偷偷把老鼠药放进我大嫂的包包里。我想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丽芬姐。检验报告怎么说啊？丽芬姐家里收到的老鼠药跟秀凤姐吃下的成分不同。那她家里为什么会有老鼠药呢？她住在8楼，照理说不会有老鼠啊。他们上门确认过了，她的家的确有鼠患，电线都被咬坏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那些线索可以帮你大嫂洗脱嫌疑，没想到却帮到了肖丽芬。那下毒的人到底会是谁呢？如果你喜欢色彩比较丰沛的，你可以选择这一幅画。这是一个泰国画家的作品。你看，虽然是泰国画家的作品呢，可是他没有写成泰国字，他写成华语，而且颜色也搭配得非常之好。你是第一个来我的画廊，却是不看画的人。我第一次看到洪熙这么认真工作。那就等他把画卖了，才接他下班吧。没问题。对了，他在画廊的表现还可以吧？他才来1个星期就帮我卖了2幅画，可见他对画的了解和鉴赏能力都很强。托他的福，我才知道我看人的眼光比看画还好。听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不如我带你到那边走走吧。对了，听洪熙说你儿子已经动了心脏手术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的恢复能力很好，很快就能出院。我们还没谢谢你介绍一位这么好的医生给我们。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不行，找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的请你吃一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幅画的风格，如果没猜错，是属于北印度村落的绘画。巴杜巴尼，没想到你也懂得欣赏艺术啊！我以前看过关于印度的绘画，所以对于北印度的绘画有点印象。巴杜巴尼绘画是一门由母亲传给女儿的传统艺术，它让我体会到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感觉。我喜欢这只
黑白通透的大眼睛，置身在色彩斑斓的花花世界。他仿佛看透了一切。也许画家希望我们通过眼睛，好好去欣赏美好的事物吧。没错，画家热爱生命和崇尚大自然，这也是我代理这一系列作品的原因。我办公室还有几幅，有没有兴趣看看？好啊。过来看看，这是一位叫谢大家的女画家的作品。我第一眼看到她时，就被她的色彩还有她几何图案给吸引住了。独特的线条和色彩，看了很舒服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买一幅啊？我是觉得很不错，不过得经过我家的女主人同意才行。没问题，我也是这女画家的代理。有需要随时找我啊。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这幅画。我是突然间想起一件事，我记得端汤在台湾的酒吧里画了一幅画，感觉跟这些是同一系列。是吗？那应该是在我画廊买的吧？可能那时是我员工跟他接洽，所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赏画都不忘工作，当警察真不容易哦。我们警察接触的都是罪案和罪犯，哪像你啊，每天跟艺术家见面，不然就到国外参加什么艺术展，收购名画的。你对画也相当了解，那如果想改行，随时欢迎你。我对艺术只是一知半解，还是作为老本行比较稳当。进来。Sir， 我对照过杨忠正和 Don Dan 的国际护照，发现他们过去5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出现过。香港、台湾、首尔，虽然不是同一天出入境，不过至少有2天是重叠的。3月21日。赵学伟在那天也在曼谷参加艺术展，也就是说，他、钟正和端当时都在曼谷。刘娟以前参加过不少活动，纪念会刊里面应该有她的照片。好，我找找看，谢谢。那我去忙了。TCS， 新加坡电视机构。喂，桃姐，我是燕琪。我想问你，刘娟是不是曾经在电视台工作过？
我在纪念会刊上找到刘娟的照片，才发现她以前在电视台工作过。于是我就跑去电视台打听，原来她以前在戏剧组当过编剧。她那里的同事就跟我说她在这里上班，我就通知你啦。你真的可以当一个好警察呀！我只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，不受情感影响。我是刘娟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燕琪，我是陪我的朋友来找他的父亲的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吗？我的父亲是周国荣。你就是景泽？是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他5年前就失踪了。失踪了。景泽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公事，你呢？私事。你好，我是特别专调查组的黄志杰，请问刘娟女士有来上班吗？我就是刘娟。我们在树林里找到一具腐尸，还有一枚刻有 LJ 的戒指。我们怀疑死者就是你的丈夫周国荣，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刘女士，请问你认不认得这枚戒指啊？认得，这是我先生的戒指。LJ 是我英文名字的缩写，旁边是我们白酒的日期。我们在死者的左手肘发现一支钢钉，请问周国荣有没有做过钢钉植入手术？有，他以前在台湾发生过车祸，左手骨折过。Madam， 国荣是不是真的死了？刘女士，我们已经拿了周景泽的 DNA 跟周国荣的配对，等报告出来才能确定。我一直以为当年是他狠心抛下我，没想到我错怪他了。5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为什么要离开？那天他像平常一样出门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了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问了他的员工，才知道他根本没去上班。然后呢？第2天我就去报警了，可是几天后，他竟然写了一封信回来，说他欠了一屁股债，只能暂时躲起来，等事情过了才会来找我。我当时很气，不过还是去想他。我以为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，没想到。其实我决定找他的时候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可是他始终是你爸。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他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为了别的女人丢下妻儿，甚至不惜放下重婚罪的陌生人。难道你不想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过世吗？就算你有千百万种恨他的理由，可是不管怎样，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，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，对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等拿到死亡证书，我就回台湾办理手续，了解这件事。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的，尽管跟我说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等我事情办妥了，一定会还你这个人情。好吧，那我就好好回家想一想，要你怎么还我。
Good morning, everybody！ 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是什么反应啊？我还以为最高兴的人会是你。惨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耳根又不清净了。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来，我还担心你们没有我会不行呢。快要特地提早1天销假，买咖啡回来给你们。谢了。来，大家喝杯咖啡提提神啊！谢谢。Madam， 谢谢。那个案件的进展如何？查出那个死者的身份吗？查到了。各位，树林命案死者的身份已经证实，请看屏幕。他名字叫周国荣，死时55岁，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。5年前突然失踪，案发当天他上了班就不见踪影。过后从马来西亚寄了一封信给他妻子柳娟，并说他是为了讨债而突然离开。我查过他当时的财务记录，证实他的建筑公司是因为周转不灵而欠下一大笔债。我也向当时负责的调查官确认过，他在那一段期间并没有出入境的记录，所以他们认为他可能是偷渡到马来西亚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并没有偷渡出国还债，而是被人谋杀后制造出来的假象。周国荣的案件将正式被列为谋杀案。明天我要到香港参加刑事执法研讨会，这段时间陈宇还有浩平，我要你们从他的亲人还有朋友着手，去了解周国荣这个人，而且去查查他到底有没有跟任何人结仇。Yes, ma'am. Yes, ma'am. Nicole 还有 Eric， 我要你们去查他以前的债主。Yes, ma'am. 清汉 Kenny， 你们去查他历年来工作的情况，还有他财务的记录。Yes, ma'am. 大家记得不能只集中在5年前的事，一定要从各个角度去了解周国荣这个人，才能发现更多线索。Yes, ma'am.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，爱恨都不敢。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